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闲聊中文，我是夏安。大家好，我是李文，很高兴又在闲聊中文和大家见面了。夏安，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李文，最近有很多刚开始学中文的朋友给我发信息，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我猜到了，是不是觉得中文太难了？是的，很多人说中文的汉字看起来像画画一样，不知道怎么写，还有拼音的四个声调，听起来像唱歌，可是自己怎么也说不对。所以他们问我，夏安，中文这么难，我为什么还要学？我感觉我想放弃了。哎，完全可以理解，很多初学者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都会有这种感觉。汉字和声调确实是两座大山。那么夏安，既然这么难，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每天坚持学习中文呢？学习中文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处，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我们就很容易放弃。所以今天我们不教语法，也不背单词，我们来聊一聊，坚持学习中文到底能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太好了，我觉得初学者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那么夏安，你觉得学习中文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好处，也是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你拿到了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李文，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说中文吗？嗯，中国有14亿人，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华人，应该超过10亿了吧？对，差不多有十几亿人，这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当你学会了中文，哪怕你只是初级水平，比如 HSK2或者 HSK3，你就可以和这十几亿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哇，十几亿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是的，语言不仅是说话的工具，它还是了解文化的工具。比如，很多外国人非常喜欢中国菜，对吧？对呀，像宫保鸡丁、烤鸭、火锅、饺子，大家都特别喜欢。可是，如果你不会中文，你去一家真正的中国餐厅，你可能看不懂菜单，你只能指着别人桌子上的菜说“我要那个”，或者看图片瞎猜。哈哈，确实是这样。很多小饭馆里最好吃的菜，往往是没有图片的，也没有英文翻译。没错，如果你会中文，哪怕只会一点点，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问服务员这个菜辣不辣，这个菜里面有肉吗？你甚至可以和餐厅的老板聊天，夸他的菜做得好吃，这种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我明白了，不仅仅是吃饭，如果去中国旅游也是一样的。对，如果你不会中文，你只能去那些大城市，去有很多外国人的景点。但是如果你会中文，你可以去中国的小城市，去看看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你可以坐公交车，你可以去菜市场买水果，你可以和公园里的爷爷奶奶聊天。听起来很有意思。所以，学习中文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让我们真正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体验真正的中国文化，对吗？总结得很对，这就好像一扇门，你学会了中文，门就打开了，你可以看到里面丰富多彩的世界。好，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动力。那么，除了文化和旅游，学习中文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吗？第二个好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那就是学习中文可以让你的大脑变得更聪明、更健康。啊，让大脑变聪明，学语言还有这个作用吗？是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李文，你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的声调吗？当然记得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妈妈、妈妈，这是初学者最头疼的。对，对于说英语或者法语的人来说，他们平时说话，大脑主要使用的是左半边。
但是因为中文有声调，不同的声调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是的，如果你把我想问你说成我想吻你，那可就闹了大笑话了。没错，为了分辨这些声调的区别，当我们听中文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左半边和右半边必须同时工作。哦，这就好像我们的左右脑在一起做运动。比喻的非常好，学习中文就像是给大脑做体操，不仅是声调，汉字也是一样。你看英文字母，它们是线性的，是一排字母。但是汉字不一样，汉字像是一个一个的小图片，有上下结构，有左右结构。对，比如名字，左边是一个日，右边是一个月。是的，当你在认汉字、写汉字的时候，你大脑的视觉区域也在非常努力的工作，这就需要大脑有更强的空间记忆能力。也就是说，学习中文不仅要用到听觉，还要用到很强的视觉。完全正确。所以，很多科学家发现，学习中文的人大脑的活力更强。对于小孩子来说，学习中文可以帮助他们开发智力；对于成年人和老人来说，学习中文可以锻炼记忆力，让大脑保持年轻，甚至可以预防一些大脑衰老的疾病。哇，这真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感觉我们每天练习发音、记汉字，虽然有点辛苦，但其实是在去健身房锻炼我们的大脑。是的，所以下次你觉得汉字难写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没关系，我的大脑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个想法太棒了，非常积极。文化体验、锻炼大脑，这两个好处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夏安，还有第三的好处吗？当然有，这第三个好处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学习中文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工作和事业上。工作机会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很快吗？没错，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无论你是在美国、欧洲、非洲还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在和中国做生意，很多跨国公司都有中国的客户或者在中国的工厂。我确实发现很多国际大公司的招聘广告上都会写着会中文者优先。是的，这就是机会。我们假设一个情况，你和另一个人去同一家公司面试，你们的专业能力差不多，但是你的简历上写着我会说中文，我已经考过了 HSK3。老板肯定会对我印象更深。没错，老板会觉得，如果你会中文，以后公司有中国客户来的时候，你可以帮忙打招呼。如果公司需要给中国发邮件，你可以看懂一些简单的内容，哪怕你还不能用中文做非常复杂的商业谈判，但你懂中文，这就说明你比别人多了一项技能。而且我觉得学习中文本身就说明这个人很有毅力。大家都知道中文难，如果你能坚持学下来，老板也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怕困难、愿意学习的人。李文，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关键。语言能力不仅仅是工具，它也是你个人品质的一种证明。听起来学习中文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长期投资。不管未来想做什么工作，多掌握一门几亿人都在用的语言，肯定不会吃亏。是的，除了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会中文也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你在网上买东西，哦，这个怎么说？现在很多电商平台的商品都来自中国。有时候你想买一个东西，但是英文说明书写的不清楚。如果你懂一点中文，你可以直接去中国的网站上看介绍，甚至可以自己从中国的网站上买东西，价格可能会便宜很多。哈哈，这个好处非常实用，学会了中文还能省钱。对，所以你看，学习中文从大的方面说，能帮你找到好工作；
从小的方面说，能帮你吃到地道的美食，能帮你在网上买到便宜的东西。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有好处。不过夏安虽然有这么多好处，初学者在每天的学习中还是会觉得枯燥，因为背单词真的是一件需要重复的事情。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我的建议是把目标变小一点，不要总是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中国人一样说话，这个目标太大了，会让你觉得很累。那应该定什么样的目标呢？你应该定一些小的让你开心的小目标，比如今天的目标是我要学会用中文在咖啡店点一杯美式咖啡。明天的目标是我要学会用中文告诉朋友我今天做了什么。我懂了，把大山变成一个一个的小台阶，每走上一个台阶就给自己一点鼓励。对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大家，比如像我们这样的播客闲聊中文，大家在坐地铁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都可以听一听。不要觉得必须坐在桌子前面，翻开厚厚的书本才是学习。是的，把中文变成生活的一部分，遇到不会的词，随时查一下手机，平时看看中国的电影，听听中国的音乐，这也是一种学习。没错，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发现你能听懂一首中文歌里的几句歌词时，那种成就感会推动你继续学下去。好了，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刚才那些想放弃的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应该会重新拿起课本了吧？希望是这样。李文，按照我们节目的习惯，你来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吧。没问题。今天我们提出了一个初学者最常问的问题：中文这么难，汉字难写，声调难读，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学下去？对，这也是大家的心结。然后夏安给我们分享了学习中文的3个非常棒的好处。第一，学习中文就像拿到了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让你和世界上10几亿人交流，让你去真正的中国小饭馆点菜，去体验最地道的中国文化和风景。总结得很准确，这是文化的钥匙。第二，学习中文是大脑的体操，因为中文有声调和复杂的汉字结构，学习它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和右脑同时工作，锻炼视觉记忆，让大脑变得更健康、更聪明。对，这对我们的身体和智力都非常有益。第3个好处，也就是最实际的好处，中文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在求职面试，还是在未来的工作发展中，我会中文这4个字都能让你比别人更有竞争力。没错，最后我们还建议大家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学习。是的，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来，你一定可以掌握这门美丽的语言。永远不要害怕犯错，勇敢地开口说吧。非常棒的总结。其实学习任何一门外语都不容易，但是当你克服了初期的困难，你会发现你付出的一切时间和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带来巨大的回报。是的，坚持就是胜利。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背单词背得很累，想放弃的时候，请想一想我们今天说的话。你不是在单纯的背书，你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宽广的未来。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闲聊中文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常来听我们聊天，也欢迎大家在心里默默地用中文对自己说一句加油。大家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下期见，拜拜。